的一个文员。啊，你是文员。对。李辉应该是老板是吧？他到你公司多久你就觉得这姑娘还不错？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吧。啊哈。我通过了解工作方面啊，挺认真的。工作很认真。对。什么时候觉得你想在个人情感上面和他往一起走一走呢？这个没有想这个，这个我是说是什么，也把他当做工作方面特努力吧。曾经帮过我几次忙，我让他去办一些事情，很快很主动的，就是说是把事情办得很顺利的啊。你就觉得这个女孩子业务上很能干，对，挺有能力，挺好的。那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呢？就有一次我们下班之后，然后吃完饭了嘛，他主动来牵我的手，就是自从那次以后就很顺其自然的我们就在一块儿了。那是哪年的事儿？09年的时候。老板牵你的手，你也没想一想，哎，这是我老板。因为那会儿我对他挺有好感的，他不论是在工作里还是生活里，对我都挺照顾的。他还帮助我资助了我去上大学嘛，然后觉得他人特别好。他还资助你去读书。就觉得他人特别好，并不是说他因为资助我上大学，我觉得他人特好，因为平时在生活里、工作里，他对我都特别好，特别照顾。对。所以他那天牵你手的时候，你觉得很自然。因为我本身对他也有一种好感嘛。你那会儿已经喜欢他了。对。那会儿怎么想着资助一个就是下面的员工去读书？还是公司里面其实是有这个规划的？这个规划目前呢是有这种想法。后来我对他的工作能力啊很了解了之后呢，有人跟我说他们家里边穷嘛，上不起学。我曾经找他谈过几次话决定助他完成他的学业，回头可以让他到公司来帮助我公司的发展。去读了吗？那会儿读了书了，后来你们俩就好上了。对。就住一起了。对。但我们并不是住在同一个屋子里，他对我就是不是说那种别有用心的，就是真的就是对我好，不是说为了图我什么。你作为一个姑娘，你不害怕呀？又给送。因为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他不是就是这个咱们不拘小节，同处一个屋檐之下，但是咱们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是吧？后来这事儿发生了吗？没有。一直到今天也没发生。没有。这挺好的，李先生，那没有什么纠缠的。就是去年嘛，我前女友从家带着孩子过来看我嘛，发现他屋里边有他的衣服，我前女友感到很生气。前女友不都过去了吗？生什么气啊？因为我跟他好的时候，他就有女朋友了，他没跟我说。不是，你们俩也没好啊，你就是好了。不是，就一员工搬到老板家里住，你们俩顶多是一个合租关系。那我们有牵手、有拥抱、有接吻呢，不是合租的关系。对，你没说，我不知道啊。你看，后来呢，前女友呢？我前女友决定跟我离婚嘛，因为这个事情，一会儿前女友，一会儿离婚，您到底是前女友还是婚姻关系？有没有领结婚证？没有。没领结婚证。所谓的离婚是说分手嘛，这种。你们俩办过喜酒吗？没有，没办过，就是女友在农村来说，就是说是，但是你生了孩子，是不是大家就认为说你们就是夫妻了？对。但是在法律上没有。对。在跟他交往的时候，跟你那个前女友的关系是什么呢？一直很好嘛。你跟他好，你怎么又跟他好了呢？我对他是一种纯属的一种同志关系，还可以说是一种兄妹的关系。那你干嘛要牵我的手呢？你这样的不对了，你知道吗？什么叫我不对啊？你跟随便跟谁的？那纯属不能说是一种，你要不要我两个人在街上走着，你都能牵手吗？成为情侣吗？那不可能的事情。你跟同事也接吻吗？随便跟哪个女孩你都接吻吗？这怎么解释呀？以前在工作方面对他确实有点好感，不错，这个不错。生活里呢？生活里边平时对他很有照顾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他有一种那种。就没有那种想法，你干嘛要牵我的手？干嘛要抱我啊？牵下手抱一样，那就会成那里了，那就男女关系了。那你随便跟哪个女孩你都牵手都拥抱，这不叫恋爱关系是吧？如果在街上的话，我认识一个朋友，牵下手那就成男女关系了吗？荒唐吗？那不是？在中国拥抱一样也是礼仪嘛，现在很正常啊，这个不会奇怪呀。你跟我抱的时候，那就是为了礼仪嘛，那就是因为礼仪才跟我抱的吗？好朋友那你跟我接吻之后拥抱一下，不是很正常吗？不能说我们两个住在一起就是情侣关系吧，对不对？
不，就像你一个朋友住在你们家，一个女朋友住在你们家，那都是兄弟关系吗？那如果那我相信赵川老师也不可能随随便便让一个女孩子住他家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时我都不应该出钱助你上学，懂吗？没想到你现在我出钱助你上了几年学，你学到这是对付我的，是不？这都是为什么呢？你这不是引起我的误会吗？现在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别吵了啊！这问题我们听明白了，吵下去也没有意义哈。在你的心里，你觉得这就是你男朋友，对不对？对。在你的心里，你觉得这只是你帮助的一个员工和妹妹，对不对？对。后来我这么说可能比较好。后来你儿子的妈就带着你的儿子去你家里看。就发现了你的同事兼你心里小妹的衣物，于是就生气了，是吧？对。后来呢？分手啊！你儿子的妈就跟你分手了，就变成了前女友了。哎，对，坚决分手嘛。坚决分手，你愿意吗？我特喜欢我儿子，肯定不同意的。你跟他交往这么久，你知道他有儿子吗？我不知道。如果我当初知道他在老家还有女朋友还有儿子的话，我根本就不可能跟他交往。哎，那你现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让他从你家里搬出去是吧？对，我感觉现在都给他粘上我了一样，感觉这个我帮过他之后都给甩不开了，就这非得讹上我这个意思啊，你懂吗？什么叫我讹上你了？那你当初对我那么好，那些好都到哪去了？那些甜蜜都跑哪去了？我想问你。那叫好事是关心，知道不？那你为什么不帮助别人，偏偏就是帮助我呢？别吵，就说我们助他上学了之后呢，我是一心帮他，你知道吧？对公司到时候有公司一个回报，你知道吗？是这种一概念啊。没想到现在呢，他对我呢，简直是跟我想象的是两种概念。接吻算什么？你老是咬着这个接吻，怎么了？那你前女友上家里边来。发现屋里边衣服是不是你故意的？什么叫故意呀？这叫什么话呀？那我洗完衣服我不晾啊！有几次我在房间里看书看电视的时候，你非得敲门上我屋里，我不让你进，你知道吗？如果咱们没这关系，你觉得我会去敲你的门吗？接吻是你自愿自真的，你知道吗？都是我自作多情，行了吧？当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拿钱我扔到水里边可以听上响，你知道听到响声。我没想到我帮助你了之后，回头我的回报是这种回报，大错特错。小芝今天来这个节目，希望还能跟他有所发展，是吧？对。听他说这些话以后，心寒吗？特别心寒。啊，他指的说他孩子的母亲来你家的时候，你是故意把衣服晾在那儿？不是故意的，我之前根本就不知道他还有女朋友，还有儿子，你都没跟我说过，我到哪儿去知道啊？李先生，我插一句啊，这个其实跟前女友可以解释得清楚啊，你没有？我前女友现在解释不清楚。啊，他说怀疑我在外边，就是在又谈了一个。咱们就是在交往吗？咱们就是在好吗？你现在都在否认了是吧？这个你为什么坚定的就认为你们俩是情侣关系？你想，一般人他能牵着手一起逛马路，一起拥抱，一起接吻吗？这可能吗？不可能啊！这都是情侣之间才能干的事儿啊！听听专家怎么说吧，怎么帮助你，好吧？来，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小芝，你预备把钱还给他吗？预备。怎么还？工作赚钱还。不是用身体吧？不是。OK， 谢谢你这么说。记着，打张欠条，这样你也不用做好人好事了。我想说，在河南农村，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已经有了孩子，其实是事实婚姻吧。说实话，那个女人比你有尊严的多。当他发现他需要跟一个女人共享的时候，他牵着手就走了。他比你有尊严。我想说的是什么？用你的才华另外找一份工作，然后慢慢把钱还给他，用你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努力去做一个给自己尊严的女性。因为我真的已经爱上他了，所以爱上又怎么样？特别在你的爱已经被对方否认的情况之下，你就更不受保护。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爱情，就是感恩之后的以身相许。如果说这是爱情，更不如说它是交换。我想对男嘉宾所说的是，对于一个为自己生了孩子的女人称之为前女友，这是人性的冷漠；对于一个明明喜欢自己的女人，隐瞒自己有孩子有妻子，这是阴险；对于一个曾经自己接过吻的女人，却说她是狗皮膏药甩不掉，这是无耻。那么我想对女孩子说，我依然相信
追求爱情是你的初衷。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有尊严，请像黄老师所说的一样，钱债钱还，情债情还，保持你个人的尊严，保持别人家庭的完整，这样于你于他公平合理自重。就这样。万峰老师，我们的资料上说是你办过酒在老家，办过酒席不算。你为什么说没办过呢？为什么要撒谎？我有必要跟你撒谎吗？你刚才不是撒谎了吗？我撒什么谎了？你刚才问你有没有领这个办酒席，你说没有啊？我刚才说办酒席，你说没办呢？主持人，我办酒席了吗？您确实说的是没办，你听错了吧？我们都听错了。没办，我也听的是没办。我们都听错了，没关系。到底办还是没办，李先生？我们刚才都听错了。酒席办了，酒席办了，对，大家没有领结婚证。我告诉姑娘，从这个事情你看出什么没有？她任何时候她都有理由。你这么聪明的一个姑娘，你怎么被她给忽悠了？我就觉得奇怪了。之前他对我都是特别好，自从就是他女朋友那事儿之后，他对我是，这么激烈的场面，知道为什么吗？老师们挺替你着急的，希望一个女孩子能够在尊严丢了之后，重新把它拾回来，那个很重要。李先生，我们知道有一些习俗，比如说办了酒席，亲戚们都会认为你们结婚了，但是在国家的法律上面只承认结婚证，那是法，任何的习俗不能驾于法之上。在这个问题上，你确实做错了。在你心里，你觉得你是一个结婚的男人，还是没结婚的男人？我是个结婚的。你是一个结婚的男人。一个结婚的男人和一个女性接吻，这个男人错没错？想一想，来，一起进入踏浪旁观者清。今天来的是我表姨。刚才听到他们俩的争吵，我非常的气愤。我觉得李辉，你就是个骗子。你在骗他的善良，你在骗他的纯真。如果我帮助他的话，是骗子，就没人帮助人了，懂吗？小志，你今天看到他的真面目了吧？你也听到他说的话了吧？你好好的冷静想一想吧。你的父母为你这事儿上多大火，操多大心，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赶紧离开他？你叫我们怎么过？叫我们操多大心呢？让他说的爱上他了，啊？为什么呢？姨妈别激动哈，让孩子慢慢的明白道理，他会做出明智的。2小时，好好想一想吧，赶紧离开他。我再补充一句插一句啊。OK，我觉得你糊涂姑娘，就像你姨妈说的，你无论哪方面条件都不差，学历也不低，你再找谁不行啊？如果你真的要表现你的志气，倒是应该说，我以后工作，我慢慢把学费还给你，那才是好样的。李辉啊，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你现在不敢承认你们两个的感情，但是我觉得你们俩现在就是说结婚要没有什么不肯承认的，知道吗？你承认？你现在就是在否认嘛？哪怕你们两个曾经有过感情，你知道错了，改回来就可以了。你现在已经准备要回到你原来的家庭里边，抛开这段感情就可以了。然后女孩，我觉得报恩有很多种方式，不一定非要拿这样去报恩。因为你刚才你所说的那么多，你其实不是在报恩，因为我真的是喜欢上他了。小芝，你爱他什么呀？一个把你比喻成狗皮膏药、死缠烂打的人，你爱他什么？因为我们之前在一起，他对我真的是特别好。之前那是，现在对他来说你是狗皮膏药。小芝啊，别糊涂了哈。我告诉你，那个所谓的好是暧昧。我现在我就一直都是一个感觉什么很那知道吗？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曾经帮过他之后，回头现在落个这样的结果，引起了我家庭的矛盾。李辉，你知道大家为什么都不相信你吗？如果你今天出来说，我妻子来发现了我的员工住在我这儿，生气了，你以后的话，我们可能都会相信你。当你用了前女友、我女友来。你否定了一个跟你有孩子、摆过酒席、生活了7、8年的女人的同时，你就否定了你自己的诚实。坦率的来说，你们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在技巧上很拙劣的人，但是我很